像这样一条一条的豆腐你吃过吗？吃完之后啊，你一定会惊叹，豆腐怎么也能做到这么好吃。这是我自驾旅行来到被誉为钓鱼佬天堂的芙蓉江畔。这条江从贵州境内啊由南向北流至重庆，每一段风景都非常漂亮。就在我用航拍记录的时候，发现藏在山坳树荫里的小村子，地势非常开阔，完全就是一块风水宝地。当我来到村子里探秘的时候，遇到了这对祖孙俩，有幸吃上了99%的人都没吃过的美食。风里雨里，我在村口等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简小白，这个是波妞，这个是安妮。我现在呢依然是在我们贵州道真家乡这边了啊。在我们家乡啊有一条江，它的名字呢也非常好听，叫芙蓉江啊。这里呢是钓鱼佬的天堂啊。我们之前的视频呢也拍过了。今天我们来到了另外一个镇上面，我看到啊在这个江的沿岸有很多那种村子，非常漂亮。于是呢我决定呢就到这个村子寻找我今天的有缘人。好了，兄弟们，现在咱们开始进村了啊！就在我的左手方啊，山壁的下面啊，有村子，然后呢，在这个山坳中间啊，他们都是一个村啊，在那里就是芙蓉江啊。身为我们家乡的文旅推荐官的啊，我是真的有义务多多宣传我老家啊。我们视频呢以风景为主啊，人文为辅，美食啊然后为主了。我贵州老家这边呢有一道非常知名的，但是呢我觉得很多外地人吃不惯啊，它叫灰豆腐饺啊，只有在我们这里有，是我们这边的特产啊。我今天呢来到了它的原产地，原产地就是旧城镇，我决定在这里吃上一顿美美的灰豆腐饺啊。村子位于贵州省道真县的旧城镇附近，具体叫什么名字呀，我也不知道。我也是开着车跑来跑去，用无人机瞎溜达，发现了这么一个地方。不过呢，我也来对了地方，因为这里的灰豆腐饺特别好吃，不管是烫火锅还是炒来吃，那都是一绝。这将是我探访的第一家啊，看看主人家有没有在家啊。这种老房屋好舒服啊！我们贵州这边遵义地区，它的这个外墙啊，都是做成这种样子的。主人家，哦，这个村子叫长坝村呢、他们这边是另外一个组，然后整个村子都叫长坝村。哇塞，鸡哥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之中，肯定很美味啊！我不会又把你们给吓死了吧？我最担心的就是每一次这个时间点来啊，怕的就是遇不到有缘人在家啊。这个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！但是听着这个水流声哗啦哗啦哗啦的感觉，是不是真的很好？咦，我看到有人在摘东西啊！哎，哥，你好，你们在摘啥子哦？桑葚儿。哦，那个就是桑葚。哇，兄弟姐妹们，这个得吃啊！男人的加油站对吧？这个好，我下去看看。还没熟了吧？我熟一半了嘛。熟了一半哈。要不要吃？啊？要不要吃？尝一口嘛。你尝一口，有蚂蚁啊上面。拿水洗一下。哪里水？哇，那还有井水啊！这个好吃，不错，洗把脸。你们那个摘来干啥子？泡酒啊？要是不呢泡酒。哦。你吃的什么？拍视频哦。哎，你给我加美颜吗？加不了美颜。你们这里姓啥子哦，哥？那边叫啥子村哦？龙井村。龙井村。对。哦，你没上学啊？放假呀。放假了。班呀，对呀。在上班呢呀？啊，没有的。我以为你大学生哎。看你像吗？像啊。好吧，那我知道谢谢。你们那个这的卖不卖哟？这个卖不到钱吧？我不要那个卖那个，你要买吗？可以称一点，这个好。那你我要送卖给你。你要说？啊，要送。你卖不卖那个？没在我店就这边，你想找点嘛？就这点。好吧，你们就住那里啊？对啊，这两个应该留点眼熟啊。眼熟啊？啊，抖音上刷到的。你眼睛也尖了哈？人太帅了。是不是看到那两只狗认出来的？他们俩走到哪儿都被人认出来。第一先认出他，然后再认出我。比较显眼。啊。很显眼。那我们走了，拜拜，你们慢慢忙哈。吃饭这种嘛。那会儿早了嘛？对呀。我上去挂会儿来嘛。好嘛，你挂过来嘛。啊，拜拜，你们先忙哈。啊。找到路馆。我就顺到那个3BB过去逛给。这刚踏进村子啊，没想到就受到了邀请吃晚饭，有点超乎我的意料之外。不过呢，我没有抱太高的期望，因为最近呢，就是因为太过于期待了，
差点在村子里好几次没吃上晚饭。朝气连侧连猪圈，环境卫生大改变。这门前院落花花草草，绿植做得很好啊。哎，这个是啥？这个是什么植物啊？都荒废了，都没啥人在家啊。哇，这样的房子，我跟你们讲，兄弟姐妹们，搞民宿太合适了。但是搞了谁来这样的山卡卡里面住啊？哦，又有这么多鸡！哎，你们留慢点，别给我吓死了。这个鸡哥也可以哦，真的。哇塞，这谁家养的鸡啊？养这么多！鸡哥，你们别跑啊！我那个大公鸡，你看，哼，这个就是以前老房子，只是这个盖成琉璃瓦了，现在都啊。这里有个人，哎，哥你好。刷，哎，贵州的农村啊，美就美在它有山有水啊。然后像这样的房子，如果说完全是以前的那种瓦片房的话，看上去就更美了。我去，我看到的那家房子在那里看着好漂亮啊，你们看一眼，它那个拍出来特别美啊，应该。哦，好多猪哥啊！猪哥，你们好。走，哟，哟，哦，天，好多猪哥啊！这个是别人家养猪的地方吗？嚯，那个猪叫起来好吓人。他们这边养了好多猪啊！儿子哟，马上要过年喽。咦？哟，不好意思啊，吓到你们了啊 ！Sorry 啊！哇，养了这么多猪啊！啊，没有人在家呀。那个波妞又在乱做标记啊！这都上哪儿去了呀？啊！和往常一样，这个点来村子只能是碰运气。大多数人都是大门紧闭，要么是外出了，要么是在地里干活，天黑了才回家，几乎快把村子逛了个遍。直到我遇见了这位老奶奶。在哪里来？岛镇，听到不？听到。出来了嘛？来耍。那我这个人这周身都不行。好多岁了？93、94了，马上就来。94了啊！你身体好哎。这个老人都哪里都不行。那个人要服老了嘛。这屋都是小了。啊，好。这里有几个人？好。咦？你们怎么在这儿？我们逛到这儿了啊。那个是你老祖啊？哦，我老叔今天回来了看他还。从哪里回来哦？从贵阳。贵阳。他老人家他跟我说他94岁了。我要是结婚早点的话，他都能把我从这儿了。从第5代了，真的。我说跟他拍个照哎。他拍不？不晓得，他好像听不太清楚。那我问你拍照了不？拍照。这个叫韩中的吧？韩餐，我是韩餐。这是我的陈生。他刚刚第一眼好像没把你认出来。他眼睛不行，他都老了，眼睛不行了。啊。我是真没想到，老人家竟然是这个女生的祖母，已经94岁的高龄了，耳朵也有些听不清，交流起来比较困难。不过见面就打招呼进屋做客，真的让我有些触动。老一辈人刻进骨子里的善良，即便是身体机能衰退到行动不便，可依旧不会影响到他们心中的善意。婆婆，看那里哈，或者说你坐下来挨到他也可以。啊，对。你抓他手也行。3、2、1。哎呀，这太阳晒的，哎呦我操！这太阳晒着想睡觉了。蜗牛，你去干啥？看你脸上。你喜欢吃这个不？还行吧。老家在哪里转？3钱儿。3钱儿。哎。3钱可多好啊！太远了就。他说啥子？你家里面有些哪里呢？我奶奶在，爸爸妈妈在。奶奶都在哟。哎，对。新郎啊。新建。新建。哎。你们年轻人啊，有冬天啊，像我个老了又不晓得了呀。开始蒸饭了吗？就是上面毛煮饭吃。也可以嘛。我下去我拿点菜来，没米了。好，那我先下去吧。我原本是想再走上一段路去另外一个村子走走，可一看时间呢，这都快吃晚饭了，正好这姑娘邀请我吃饭，那我就顺水推舟了。出门在外嘛，这脸皮得厚啊，扭扭捏捏的，肯定会挨饿的。你平时做啥子？你猜呀？我啷个猜到啊？看我像做啥的？做设计的。
你踩的还是有点紧，发些熟悉的视频。哟，你会不会？我勉强会。那你可以你不是看我视频了吗？不看过你视频了？我都是别个帮我整，我会整啤酒鸭、啤酒鸭、啊啤酒鸡可不可以？啤酒鸡，怕是没那么好吃吧？我也没吃过。又遇到了，来吧，整一个，哥。有人卖鸡没了？好多钱一斤了？那边？20多。哦，他也不会整，你都不会整。都不会整。羊的牲口没到。我没到，我要看看2个牲口。关键是买来你又不会整呐。对啊，那就不买了，那就不吃呗。啊，家冰箱里面有什么好吃的？哦，那是你们家，对呀、你爸爸妈妈没在家？没有呀，在县城呀。到针线。哇，哦，你做啥去的？你婆婆拍照不嘛？能拍照不？我们拍照。你照相不，老辈子？啊，照相不？我给你照个相。我笑。那点来好看，我那点给你照一张。我叫你的时候，看到我这里笑一个都行的哈。我是3、2、1，婆婆。下。视频看到这儿啊，我想为自己狡辩一下。最近有人说我拍照技术啊不咋地，老是把人拍得黑乎乎的，我是真的笑了。你可以质疑我的颜值，但绝不能质疑我的摄影技术啊！正好啊，这里有一个现成的女模特，我今天就拍几张给你们瞅瞅啊！不要以为我只会拍老人，也只会叫3、2、1。随便做造型就可以了，拍出来照片可以送给你。你仔细看一下，是不是挺出片的，是吧？可以啊。你们这儿不是有那个灰豆腐饺是吧？这个不味儿吗？啊，对对对，有啊，一下吃得到不？刚来了过去。有啊。哇、嘿嘿，我本来是想吃那个灰豆腐饺，没想到真的有啊。今天本来是想去多转转，我觉得这个女生挺出片的，我就想说拍2张照片那种人像的感觉啊，没想到拍出来还挺不错的，我感觉。哎呀，好想吃，老娘个，好想吃。不给他吃生的，他吃生的他容易脾气暴躁。灰豆腐棍咋的了？已经泡起了，那是自己做的哇？这是买的，买的呀？对自己做很麻烦，就是。你这个手就一看就像没干过活了。很少做。过去。哦，就是那个哈。啊，就是这个家常菜。这个很好吃的。我们老家好多人都在跟我推荐这个，让我拍视频多宣传一下，所以挺好吃，在外地根本吃不到。对，哇，那个烫火锅、炒啊、做汤菜啊，哇，那都是相当霸道的，只有我们这边的人吃得惯，只有这个旧城这边的灰豆腐饺是正宗的，其他的地方真的是没有的，这个真的不开玩笑啊！你在外头去，你的朋友一起吃得惯吧？吃得惯啊，吃得惯。在贵阳它有这个。像我去重庆呢，他们就没有吃那个，比如说我走得很远、更远的地方，他们就没有吃过。贵阳之前我和我朋友一起吃，他就有这个，但是58块钱一杯，只有那么点点。还没这个多，应该有6根儿吧。6个。之前我做白酒销售的时候，我遇到一个叔叔。你做设计，你去做白酒销售。我从大学出来的时候，当时实习嘛，在花园找不到关于设计方面的工作嘛，我就去做了白酒。当时是我一个朋友他开的白酒公司。啊。去了之后，当时认识一个客户，他是贵州铜仁的，但是他一直在广东那边待，就是没有见过这个东西。他说：“你给我寄的是炸弹吗？”当时好硬哦，这个东西，因为当时是那种。它石灰炒出来之后，它比较硬。他也不晓得啷个吃。和女生交流的过程中啊，才得知她也想尝试做短视频和直播。这次假期回到家乡，就是想尝试一下在老家做三农赛道。其实我个人觉得这样的想法挺好的，毕竟他们这里天时地利人和，人家小姑娘也长得不差，只要有内容的拍摄思路，好好倒腾一下也不是不行。你想做？我来吧。你真的来不？我真的来啊！我看你双手不像是做活的。真的来。好了都。你平时在外面自己整吃的不？会啊，很少。一般都是点外卖。那你搞出来估计是黑暗料理哦。你要吃啊，你不晓得好不好吃。哼，黑暗料理大师。我们办生活，我们噻就没事的。
你们吃狼，我吃狼。嘿，你猜这是什么？这是啥子嘛？我家专门来接待客人的，我开始下药了，下那是啥子哦？吃了好几颗。那是啥子玩意儿嘛？我姐姐，我以为你是啥子神神秘秘的。这个是奶奶的那个她的拐杖，你看这上面都包浆了，这个好坚硬啊，感觉这个拐杖。哟，你那个是2014年的啊？可以哦。那奖状上面那个韩嫣是你妹才上大一，他是不一样。啊？全部都是她的奖状啊，你的好像只有1个啊？我的有好几张，好不好？都是已经死了，烧都烧活了，当化火烧。好吧。哇！灰豆腐制作这道食物其实非常复杂，因为要用石灰炒制。正宗的灰豆腐刚炒制出来的时候黑乎乎的小小的，吃之前呢还要用水浸泡清洗，反正呢就是特别的麻烦。发泡洗干净后啊，就是现在看到的样子，没有什么特别之处。但是随便炒一下或是烫火锅，那吃起来都是相当好吃。你看，你试一下有没有炖？你尝一下。我太起的，可以，我要我是做不成喽。好吃啊！你犹豫嘞，你犹豫嘞，你话有毒。没有，我试一下。好吃。可以，吃到了小时候的那种味道。我们在城头打出的鸡蛋羹啊，它吃不出那种味道，因为那些都是饲料鸡，然后用的油也不是我们农村自己打的油。吃饭啊？这个是你炒啊？我试下。你看哪都想吃哎。灰豆腐棍儿就是好吃。所以有点饭吃苦啊。汤我一会儿我回去给他吃。那个用来做汤菜、做豆米火锅放在里面，好好吃啊！你喜欢吃豆米火锅？你们自己不做的啊？我个人自己不太行，我这又还没得豆子，我很麻烦哈。很麻烦，我才灰豆腐饺啊，这个菜在很多地方都没有，只有在贵州境内才有，而且在贵州境内的遵义地区才有啊，很多地方都是托人卖的。它这个原产地就是在这边的村子啊，这边镇上面有老百姓自己做的，它就是用那个石灰用来炒，刚拿出来的时候是硬的像个砖头一样啊，然后发泡之后把那个灰去掉之后，它就是软软的。我们道真人就特别爱吃这个，这个也是我们的一大地理标识性产品了，算是啊。外地人吃过都知道这个很好吃，但是这个卖不出去，很多人他不知道这个是什么，他也不会买，而且很贵这个，所以很多人就觉得他没吃过的，他根本就不想尝试这个东西，所以很难走出去。你会不会做那个吧？他说哪都做不成。真的。揭穿了你的老底了，完了。其实我会的，好不好？会一些家常便饭。家常便饭可以哈。那个蛋花好吃，这一件自身就有的，就啊，肯定不如做单一个了。没有腥味，知道吗？我说投资他有些数字来给我。你吃完了？这么快？对啊。我再吃一碗。我是饭桶，要啷个开呀？你看，哦，我家这个电饭煲有鸡关系了不？看来点不？够的。把这个鸡蛋用来头一下吃干净，我是不喜欢的。全部给我啊！哎要得嘛，我不看起了。你就知道喜欢吃的。我喜欢吃那个，只要是跟鸡哥相关的。他两个要是吃到那个一碗，他估计想完了。好吃了吧？吃吗？好吃。要是感受不好吃的话，感觉不好吃，今天走不出那个村了。对，你这个是那个亏了。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味道，是豆腐饺啊。但是它和普通的豆腐饺的味道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于，它有一股灰面的味道在里面，所以你吃起来我也说不上来，可能就是从小到大吃习惯了，所以会觉得这个味道都会很喜欢啊。这个就是每个地方的特产，每个地方的人吃得惯。我看很多外地人，比如说广东人、重庆人、四川人，包括云南人、湖南、湖北啊这些地方，他们也买过这个，
他们用来烫火锅吃，说挺好吃的。吃完了，吃饱了，吃饱了，我吃了毛毛2碗，吃完了。哇塞，周日天空好漂亮啊，手机拍不出来那种美感啊！我那儿去把照片打印出来啊！当当当当，照片打印出来了，兄弟姐妹们，我不仅是拍人像啊，人文可以，我拍人像也可以，知道吗？来，婆婆，你看一下啦，你说不照还可以嘞，真的。我知道。来看一下照片噻，照片做好了，这张怎么样？这张也好看。那张也好看啊。很多人说我拍照只会拍那种是为了让老人家看得清楚喜欢。我可以把那个底片发给你，那我们都走了。好。要不休息完了？不咯，走了。我们估计那里拍了就不在贵州了，我们都要去外地嘞。你去外地拍啊？哦，趁那2天假期噻，都乘高速路免费，先丢了。那改天不来了，你过年如果有机会了再来，拜拜，拜拜。今天有点太顺利了，一上来就遇到了，算是粉丝吧。他说也不是我粉丝，他只是看过视频，因为我那条视频当时有好多人转发，我一回家老是就被认出来，就我搞得我都不想上大街了啊！我一回来我就到处拍，四处拍这样子啊。这里拍了，我真的就要去外地了。目前我还没有确定要去哪里，你们可以跟我推荐一下。其实我也挺迷茫的，说实话啊，在贵州一个地方待久了，拍的实在有点腻歪了，得换一个新的地图了，兄弟姐妹们啊！咱们这个视频呢就到这里了，咱们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这天的晚霞很美，就像他们祖孙俩在平凡的生活中，故事虽然很平淡，但却在光影的勾勒下，在我的镜头里形成了一个美好的故事。